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。这章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，你看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基本功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下。比如第一章啊，它的胸腔画的有点太圆了，看，把你这个胸腔连起来之后是这样。我们在照片中看一下，它的胸腔上端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根据脖子来确定一下它的宽度，然后呢，看到这个位置有一个弧度在体表，那么由此来判断胸腔下端在这儿。那根据它的角度以及它的对称性，另一侧的下端点呢应该在这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类似于卵圆形的这样的一个胸腔，这是胸腔的形状。然后呢，它尖三角肌的大小，我们看到照片啊，尖三角肌从尖峰这个位置，然后结束点呢在这儿，然后它的胸大肌的下边缘在这儿，也就是说它的尖三角肌应该到这儿。才比较符合这个模特的特征。当我们在创作阶段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去改变一下这些比例。不过我们在一开始训练中去认识、去掌握人体结构的这个过程里呢，最好还是就是对这个要求再严谨一点。而且它两侧的胸肌并不是紧贴着的，中间有一块是这个胸骨。另一侧也是同样的，然后尖三角肌的基本造型，在它外侧的轮廓上有两个拐点，这边也是，这要注意。然后在画肩胸部这个部分呢，可以先不用去画这个前锯肌，因为后面我们会讲。颈部的话呢，也要根据颈部的横断面去判断颈部的一个朝向。我看一下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呢比较接近于平视，它的颈部横断面应该再扁一些。这边的尖三角肌也是相同的问题啊，它也是稍微小了一些，基本形状。还有就是在这个角度，它是略微的往左侧转的。然后尖三角肌看到应该更窄一些，两侧的胸大肌底下连线，它应该是一个左低右高这样的一个趋势。然后尖三角肌在这里呢不够饱满，手臂抬起来之后，尖三角肌有一定程度的收缩，它就会变得更加饱满。尖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这条边啊不会这么圆，因为它抬起来之后呢，尖三角肌的结束点也跟着往后面走。这个手臂的圆柱可以再圆一点，因为它是抬起来的一个圆柱。然后下面的这个手臂呢，可以简单处理，概括成一个圆柱。只要是判断好这个圆柱的朝向和宽度就可以。这个颈部也是横断面应该略平，因为颈部呢比较接近于平视。左侧的胸大肌外轮廓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向外的鼓的弧度，在这里呢是胸大肌和尖三角肌融合的形状，它们之间的边界看不太出来的。这侧尖三角肌有点小。去看一下咱们作业标准的一个示范，有这个讲解的视频，怎么去画，怎么去找这些结构。然后在这些结构中也不用去画这么密集的这种横断线。